于地球这颗天体而言，崩坏是一种久已存在的灾害，腐蚀生灵，催生瘟疫，改写气候。它的形式多变，难以被一一列举。而那名为中焉之茧的源头，更会通过封禁于自身的时间全能，重置一切。从未有人能够改写这样的结局，直到那个对现在的人类来说已经是前文明的时代。依靠着天才的头脑以及不计其数的牺牲，那一时代的人们为中焉之茧施以了名为崩坏意志的枷锁。下一世代出现的律者因此得以与前文明维持一致，成果也显而易见。即使律者一次又一次降临，人类所付出的代价并未像当初那样惨痛，但面对中焉之律者，他们似乎仍然要重蹈覆辙。因此曾被认为最差劲的圣痕计划也不得不被推上台面。他的执行者名为凯文，世界蛇的尊主，前文明最为强大的战士，身负救世之名的英杰。他不遗余力地推行着圣痕计划，并且通过另一个我的牺牲，攫取了原本属于中焉之茧的全能。当然，圣痕计划也并非一成不变。在一个方案中，他以牺牲无数普通人的性命为代价，试图筛选出能够适应崩坏的个体。相关实验曾在天穹时进行，但被提安娜·卡斯拉纳所阻止。而现在最终被完成的圣痕计划，是通过转录让人类从现实中消失，呈现于梦境。原本作为圣痕的理型，则作为全新的物种，代替人类开拓文明。的确是最差劲的计划。而另一方面，火种计划，严格来说，它甚至从未有过具体的内容。按照梅博士的说法，他所依赖的只有坚定的梦想和不变的真我。倘若加以实现，它将带来对人类而言最美好的结局。我难以理解，但我会尊重，因为即使以概率而言希望渺茫，但我们的确见证过类似的奇迹。如同那位无暇之人，在如今的时代里，同样诞生了拥有人性可能的律者，始源的后人，人之律者。布罗尼亚·扎伊切克经由羽化，成为了完全的理智律者，拥有了足以创造未来的全能。雷电牙医，他以自己的意志重新触及了始源的所在，并决定自己在终点所能得到的一切。而提安娜·卡斯兰娜作为此时代的奇迹，也将用自己的双手扭转命运的走向。综上所述，他们战胜崩坏的概率仍然是微乎其微，但我不知道这会否是梅博士对我的期许。无论理性如何对我加以反驳，我仍然愿意相信他们的未来。